第一课，拥抱新起点。开始新事物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这也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当然，约翰，重要的是要有积极的心态，对重新开始所带来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没错，安娜，我们应该拥抱新的起点，将其视为提高自我的机会。我完全同意，约翰。让我们记住，错误是学习过程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当然，安娜，犯错误并不意味着我们失败了，它意味着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约翰。我们不应因错误而灰心，而应将其视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当然，安娜，每一个错误都是了解我们的弱点和努力改进的机会。我完全同意，约翰。通过毅力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才能取得成功。没错，安娜。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向他人寻求反馈以帮助我们成长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建设性的反馈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并指导我们走上改进之路。当然，安娜，我们应该对反馈持开放态度，并将其用作完善技能和知识的工具。当然，约翰。让我们记住，学习是一段旅程，我们将不断成长和发展。说得好，安娜。因此，当我们开始新的努力时，让我们尽力而为，面对挑战保持韧性。我完全同意，约翰。让我们满怀热情地拥抱新的起点，愿意从所犯的任何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是精神，安娜。我们已准备好征服世界，充分利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机会。当然，约翰。从头开始是我们人生中激动人心的篇章，我相信我们会充分利用它。我相信我们，安娜，在我们开启新起点的过程中，我们将学习、成长并取得伟大的成就。谢谢你这次鼓舞人心的谈话，约翰。我期待着这段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新旅程。不客气，安娜。在我们踏上这次冒险之旅时，我很感激你在我身边，让我们在每一步都互相支持。第二课，发现隐藏的宝石。在前往新地方旅行时，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探索当地的市场和博物馆。当然，约翰。虽然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很棒，但当地文化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没错，安娜。当地市场让人们可以一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有机会尝试独特的食物。我完全同意，约翰。你经常在市场上找到隐藏的宝石，并与当地人互动。当然，安娜，与当地社区互动可以增强我们的旅行体验，并创造持久的回忆。确实如此，约翰。而且，我们不要忽视博物馆，它们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和艺术。当然，安娜，博物馆就像知识宝库，保护着目的地的遗产和故事。我完全同意，约翰。
它们使我们有机会欣赏我们正在参观的地方的艺术、文物和丰富的历史。没错，安娜，我们可以了解塑造社区的当地传统、习俗和事件。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博物馆经常有互动展览和动手活动，这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互动展示将历史和艺术变为现实，使我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和学习。当然，约翰。因此，下次旅行时，让我们有意识地努力探索当地的市场和博物馆。当然，安娜，通过这样做，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创造更有意义的旅行体验。我完全同意，约翰。正是这些隐藏的宝石常常给我们留下最持久的印象。没错，安娜，我们在探索当地市场和博物馆时留下的回忆，将在旅行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留在我们身边。不仅如此，约翰，他们还支持当地经济，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贡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安娜。通过参观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帮助维持当地人的传统和生计。当然，约翰。因此，在未来的旅行中，我们不要忽视当地的市场和博物馆，它们有许多值得发现和欣赏的地方。我完全同意，安娜。他们是与我们参观的地方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门户。谢谢你这次有见地的对话，约翰。我很高兴能在未来的冒险中探索世界上隐藏的宝石。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我们对探索当地文化和拥抱新体验有着同样的热情。当然，约翰。让我们一起确保在我们的旅行行程中包括参观当地市场和博物馆。当然，安娜。通过这样做，我们将创造难忘的回忆，扩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来探索隐藏的宝石吧。第三课，平衡自我保健。当我们忙于照顾他人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照顾好自己也同样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我们常常忘记自我保健不是自私的，而是我们整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安娜，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我们需要给自己充电，以便能够尽力为他人服务。我完全同意，约翰。自我保健使我们能够补充能量并保持生活中的健康平衡。没错，安娜，这就像在帮助他人之前先戴上自己的氧气面罩一样，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当然，约翰。当我们忽视自我保健时，我们可能会精疲力尽，无法有效帮助周围的人。没错，安娜。通过照顾好自己，我们可以展现自己最好的自己，并更多的为他人服务。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每个人的自我保健看起来都不一样。这是关于寻找能使我们个人恢复活力和滋养的东西。当然，安娜，可以是练习正念、锻炼身体，在大自然中度过时光或追求我们热爱的爱好。我完全同意，约翰。
自我保健是指做一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减轻压力和促进整体健康的事情。没错，安娜。重要的是要倾听我们的身心，给予自己应有的关怀和关注。当然，约翰，我们还要记住，自我保健不仅限于体育活动，它还包括培养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安娜。这是关于设定界限，在需要时说不，并优先考虑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当然，约翰，这是关于善待自己和富有同情心，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自己。我完全同意，安娜。自我保健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它使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最佳版本。没错，约翰。通过自我保健，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支持他人。当然，安娜。因此，让我们承诺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并在日常生活中为之创造空间。我全力以赴，约翰。让我们照顾好自己，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极影响。谢谢你这次重要的谈话，安娜。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刻意关注自己的健康。第4课，温和练习。我最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练习，游泳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它对我的身体很温和。太棒了，约翰。寻找自己喜欢的运动是保持动力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当然，安娜，当你喜欢这项运动时，感觉不像是一件苦差事，而且你更有可能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约翰。游泳等温和运动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关节或行动不便的人。没错，安娜。游泳是一种低冲击力的锻炼，对关节温和，同时还能提供很好的心血管锻炼。当然，约翰。重要的是要倾听我们的身体，选择适合我们个人需求和能力的运动。没错，安娜。对一个人有效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人不起作用。这是关于找到对你有好处的东西。当然，约翰。无论是游泳、瑜伽、散步还是跳舞，关键是要找到能给你带来快乐、让你感觉良好的运动。我完全同意，安娜。运动不应该是一种惩罚，它应该是我们期待和享受的事情。没错，约翰。当我们享受这项运动时，这对我们的身心都是一种积极而有益的体验。当然，安娜。这是关于在挑战自己和照顾好身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温和的运动使我们能够保持活跃，同时将受伤或拉伤的风险降至最低。当然，安娜。通过选择能支持我们身体的运动，优先考虑我们的长期健康和福祉。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关于寻找能在不造成过度压力的同时增强力量、灵活性和整体健康的活动。没错，安娜。让我们互相鼓励，探索不同的练习，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喜好和需求的练习。
当然，约翰，这一切都是为了进行各种练习，制定我们喜欢的全面的健身计划。没错，安娜。通过寻找自己喜欢的运动，我们更有可能将它们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养成习惯。当然，约翰，让我们记住，运动既有趣又愉快，这是照顾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尝试新的练习，以找到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保持活跃的因素。第5课，分享食谱。我昨天尝试了一个新食谱，结果太棒了。你想让我和你分享吗？哦，是的，拜托，我一直在寻找新的食谱来尝试。谢谢你的分享。不客气。这是一道简单的意大利面，里面有新鲜的番茄、罗勒和大蒜。以下是你的制作方法。听起来很好吃，我喜欢用新鲜食材烹制的意大利面。请继续。首先，按照包装说明煮意大利面。烹饪时，在平底锅中加热橄榄油，然后将蒜末炒香。我已经能闻到大蒜的味道了。下一步是什么？接下来，将切碎的西红柿加入锅中煮至变软，然后用盐、胡椒粉和少许红辣椒片调味，加热一下。这是口味的绝佳组合，我等不及要尝试了。调味番茄后你会做什么？调味后，让酱汁煮几分钟，让味道融合在一起，然后加入新鲜的罗勒叶搅拌。新鲜的罗勒为菜肴增添了如此美妙的香气和味道，我已经很喜欢这个食谱了。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是沥干煮熟的意大利面，然后将其与番茄酱一起搅拌，确保意大利面上涂有充分的酱汁。听起来简单但很美味，我一定会试一试的。谢谢你分享食谱，约翰。不客气，我很高兴你喜欢它。让我知道当你成功时结果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我很高兴能试一试。你对这个食谱有任何提示或变体吗？绝对可以。你可以在上面加入一些磨碎的帕尔马干酪或细雨的香醋，用来增加风味。如果你喜欢富含蛋白质的饭菜，也可以添加一些煮熟的鸡肉或虾。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我成功的时候会记住它们。谢谢你的提示，约翰。完全没问题。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做和吃这道菜。烹饪就是分享和享受美食。我完全同意。食物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食谱是建立联系和创造美好回忆的绝佳方式。当然，安娜，烹饪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我很乐意与你分享这个食谱。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和尝试新的食谱。第6课，第一次旅行。你好，你是第一次去这个国家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哦，是的，拜托。我对去一个新的国家旅行感到兴奋，但也有点紧张。
任何建议将不胜感激。当然，首先一定要研究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尊重和意识到文化规范总是件好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在我抵达之前，我一定会做好功课，了解当地的习俗。另一个提示是要轻装聪明，只带必备物品并查看天气预报以打包合适的衣服。轻装打包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但我会尽力而为。留出足够的空间存放纪念品也很重要。当然，安娜，纪念品是记住旅程的好方法。说到这里，别忘了拍很多照片。我肯定打算拍很多照片。我想记录我的经历并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是个好主意，安娜。照片是分享旅行冒险和创造持久回忆的好方法。我还将确保有重要的旅行证件的副本，例如我的护照和签证，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好主意，安娜。旅行时有备份并确保重要文件安全总是件好事。在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有什么我应该记住的吗？还有一件事，安娜，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当地文化，尝试新食物，结识新朋友，好奇的探索。我喜欢尝试新事物，所以我非常期待体验当地美食，结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太棒了，安娜！旅行不仅是去新地方，还要让自己沉浸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拓宽视野、更深入的了解世界的机会。当然，安娜，旅行使我们能够学习、成长和欣赏全球社区中存在的多样性。我等不及要踏上这次冒险之旅了，看看这个新国家为我准备了什么。谢谢你的建议，约翰。非常欢迎你，安娜。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全旅行，享受首次旅行体验的每一刻。第7课，欣赏进步。我很感激你的鼓励，这意味着很多。记住，进步比完美更重要。谢谢你，约翰。你的话确实激励着我继续前进。你说的对，专注于进步是关键。当然，安娜，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前迈出一小步，庆祝沿途的每个里程碑。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有时候我会陷入追求完美的困境，忘记承认自己的进步。它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安娜。但是请记住，你所做的每一个努力和每一个小改进都对你的目标都很重要。你说的对，我需要改变视角，欣赏旅程，而不仅仅是最终结果。确切地说，拥抱学习过程，享受随之而来的成长，那才是真正的魔法发生的地方。我会记住的，约翰。进步是一段持续的旅程，每向前迈出的一步都使我离梦想更近。
这就是精神，安娜。而且，不要忘记庆祝你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微小。绝对可以，无论大小，我都一定要认可和庆祝每一个里程碑。这是正确的态度。请记住，进步是个人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将自己与他人比较。你说的对，约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很重要。没错，密切关注自己的旅程，相信自己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取得进步。我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信任，约翰。它确实增强了我的信心，激励着我继续向前迈进。非常欢迎你，安娜。我相信你的潜力，我知道你有成就伟大成就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你的客气话，约翰。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很感激你作为鼓励的来源。我很高兴，安娜。我们都需要有人不时为我们加油。记住，你有能力做出神奇的事情。我会记住的，约翰。在你的鼓励和我的决心下，我知道我可以取得显著的进展。当然，安娜，继续前进，保持专注，永远不要忽视你正在取得的进展。你有这个。第8课，求职面试技巧。嘿，我听说你要面试了，需要任何提示吗？是的，拜托。我有点紧张，如果你能给我任何建议，我将不胜感激。首先，对公司进行彻底的研究，了解他们的使命、价值观和最近的项目，这表明你真的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约翰。在面试之前，我会确保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公司的信息。接下来，练习常见的面试问题，准备简洁而自信的答案，突出您的技能和经验。练习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会列出潜在问题并练习我的回答，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专业着装也很重要，用合适的着装和整洁的梳妆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专业的着装会让我感到更加自信。我会选择一套能反映公司着装要求和文化的服装。面试期间，保持良好的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表现出热情、积极与面试官互动。我会记住的，约翰。非语言线索很重要。我一定要通过我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我的兴趣。另一个提示是准备好几个问题来问面试官，它展现了你的好奇心和参与度。这是个好主意。我会提前准备一些深思熟虑的问题，以表达我的兴趣并进一步了解这个职位。记得积极倾听并体贴地回答面试官的问题。在回答之前，请花点时间思考。积极倾听是至关重要的。我将确保充分理解问题并提供周到的答案。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示你的技能和经验也很重要。分享突出您的能力的成功案例。使用具体的例子将使我的答案更具影响力。
我会准备一些故事来展示我的技能和成就。面试结束后，别忘了发一封感谢邮件，它表达了感激之情，让你时刻关注着他们。我一定会发一封感谢邮件，表达我对这个机会的感激之情，并重申我对这个职位的兴趣。最后，保持积极和自信，相信自己和你的能力。你有这个，安娜。谢谢你的鼓励，约翰。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我将保持积极和自信。你的提示真的很有帮助。不客气，安娜。做你自己，让你的资格大放异彩。祝你在面试中好运。谢谢你，约翰。有了你的建议和支持，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为面试做好了准备。我很感激你的帮助。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安娜。你会做得很好。记住，你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去那里大放异彩。第9课，行李重量限制。托运行李有重量限制吗？是的，通常在23千克左右。很高兴知道，我会确保相应的打包，以免产生任何额外费用。最好事先了解重量限制，以免在机场出现意外。绝对可以，请务必查看航空公司的具体重量限制，因为它们可能会有所不同。确实如此，不同的航空公司可能有不同的重量限制，因此旅行前必须仔细检查。我会记住的。在行李重量方面，安全总比后悔好。没错，最好提前做好计划，并在允许的限额内打包，以免造成任何不便。对托运行李的尺寸也有限制吗？是的，通常也有大小限制。确保您的行李符合重量和尺寸要求非常重要。我一定要检查允许托运行李的最大尺寸。谢谢你的提醒，安娜。不客气，约翰。出行前了解情况总是件好事，这样可以避免最后一刻的麻烦。托运行李中是否有禁止携带的特定物品？是的，某些物品，例如易燃物品、尖锐物体和超过一定体积的液体，通常不允许放入托运行李。我将查看违禁物品清单，确保我不会意外打包任何不允许的物品。这是个明智之举，约翰。为了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和便利，遵守法规至关重要。我还会考虑在随身行李中打包一些必需品，以防托运行李延误或放错地方。这是个好主意。在意外情况下，随身携带一些必需品会派上用场。我会列出一份清单，确保我有我需要的一切，并且我的行李符合所有要求。这是个好方法，约翰。井井有条，做好准备将使您的旅行体验更加顺畅。感谢您提供的所有有用信息，安娜。我现在感到更加自信，为即将到来的旅行做好了准备。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帮助你。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安全。谢谢你，安娜。我一定要精打细算，享受我的旅程。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第10课，市场研究策略。我们还能使用哪些其他市场研究策略？我们可以进行调查，直接从潜在客户那里收集信息。调查是收集宝贵见解和了解客户偏好的好方法。我们还可以分析竞争对手的数据，以确定市场趋势并获得竞争优势。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研究竞争对手可以提供有关行业动态的宝贵信息。另一种策略是组织焦点小组，以收集定性反馈并了解消费者的看法。焦点小组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客户的意见和偏好。社交媒体监控也很有效，我们可以分析在线对话以评估客户的情绪。监控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客户对我们的品牌和竞争对手的评价。分析网站分析可以提供有关客户行为的数据，并帮助优化我们的在线形象。了解客户如何与我们的网站互动，可以指导我们改善用户体验。我们还可以探索人种学研究，在客户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观察，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人种学研究可以为客户行为和动机提供宝贵的背景和见解。客户访谈是另一种有用的策略，与客户的对话可以发现宝贵的见解。与客户进行对话时，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痛点并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分析销售数据以确定模式和趋势，帮助我们做出数据驱动的业务决策。销售数据分析对于了解客户购买模式和识别增长机会至关重要。另一种策略是进行在线研究，探索行业报告和市场研究。在线研究帮助我们及时了解行业趋势，了解更广泛的市场格局。我们还可以考虑使用神秘购物来评估客户体验，并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神秘购物使我们能够评估服务质量并确定客户满意度的差距。最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分析，从大型数据集中提取宝贵的见解，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数据分析对于理解复杂模式和确定切实可行的见解至关重要。通过结合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收集全面的市场研究，并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当然，安娜，多方面的方法确保我们对市场有全面的了解。重要的是要有适应性，并使用最适合我们研究目标的策略组合。安娜，感谢你和我一起探索这些市场研究策略。我现在觉得更有能力进行深入的研究。第11课，可持续的选择。我一直在努力提高对环境的认识，而且我避免为塑料袋付费。
太棒了，约翰！像这样的小变化会对减少塑料垃圾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出可持续的选择。我也需要开始这样做。它很容易被遗忘，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来有所作为。绝对可以。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是减少塑料消耗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每当我去购物时，我都会养成自带行李的习惯，这是迈向更绿色未来的一小步。这是个好主意，安娜。请记住，这不仅仅是包包，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和咖啡杯来减少浪费。你说的对，塑料瓶和杯子等一次性物品会造成环境污染。通过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影响并帮助保护地球。我将开始随身携带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绝对可以，无论多小，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约翰。看到更多的人为环境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这令人鼓舞。确实如此，我们传播意识和激励他人的次数越多，我们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就越大。我同意，我们可以以身作则，鼓励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做出可持续的选择。当然，安娜，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做出重大改变，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能做出这些改变并参与解决方案。让我们继续学习和探索更多保护环境的方法。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保持好奇心，不断探索更可持续的生活新方式。谢谢你这次鼓舞人心的谈话，约翰。我有动力做出改变，更加关注环境。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能激发你的灵感，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产生积极的影响。第12课：顺畅的协作。协作对于取得顺利成功的结果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当我们共同努力时，我们可以取得更多成就并促进创新。没错，通过结合我们的优势和专业知识，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挑战。协作还可以促进积极的工作环境并鼓励开放式沟通。没错，当我们合作时，我们会创造一个分享想法和观点的空间。它使我们能够利用不同的观点并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协作还有助于我们在团队成员之间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和信任。信任对于有效的协作至关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和谐的合作。绝对可以。当我们彼此信任时，我们可以委派任务并依靠彼此的能力。协作还可以促进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从彼此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是的，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扩大视野并获得新技能。
在我们的团队中培养协作文化并鼓励积极参与非常重要。确实如此，我们应该为每个人创造机会，让他们做出贡献并珍惜他们的意见。当我们合作时，我们可以利用团队的集体智慧，取得更好的结果。协作还可以增强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汇集我们的想法，共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绝对可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协作为谈判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在协作环境中建立明确的目标和角色，对于确保顺利协调至关重要。是的，明确期望和责任有助于我们更有效的合作。协作还使我们能够分担工作量，并在实现目标方面相互支持。确实如此，我们可以划分任务，利用彼此的优势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协作可以增强团队成员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当我们合作时，我们会感到对结果的投入更大，并对自己的贡献承担责任。协作不仅仅是合作，还要建立关系和培养友情意识。我同意。当我们进行有效协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支持性和愉快的工作环境。感谢你分享你对协作的见解，安娜。共同努力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不客气，约翰。我相信协作的力量，我很高兴能继续无缝合作。安娜，让我们把合作视为我们成功的关键要素。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第13课：探索新城镇。对不起，你能帮我找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吗？我是新来的。当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最近的公交车站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太棒了，非常感谢，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完全没问题。我记得当初来到城里需要指路的感觉。的确，这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我很感激像你这样愿意伸出援手的人。这是我的荣幸。在你熟悉这个城镇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其实，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推荐附近的好餐厅。绝对可以。拐角处有一家很棒的意大利餐厅，那里的食物很好吃。听起来很完美，我一定会去看看的。谢谢你的推荐。不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在那里用餐。还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好吧，既然我是新来的，我可以就当地景点或名胜古迹提出一些建议。附近有一个美丽的公园，你可以在这里放松的散步或野餐。听起来很可爱，我一定要去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太棒了！你可能还想探索市区，有商店、博物馆和历史地标可供探索。
太棒了！我很高兴能探索这个小镇所能提供的所有有趣的地方。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或有任何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愿意提供帮助。我很高兴，约翰。我希望你度过愉快的时光，探索城镇并安顿下来。多亏你的指导，我相信我会的。得知周围有像你这样的友好人士，真是令人欣慰。我很高兴能提供帮助。欢迎来到城里，约翰。我希望你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谢谢你，安娜。有了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我很快就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客气，约翰。尽情享受探索时光。如果您需要任何东西，请随时提问。我会毫不犹豫的。再次感谢，安娜。我很感激能与你相遇。这是我的荣幸，约翰。保重，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安娜。再次感谢你的好意。现在再见。第14课，洗衣必备品。另外，别忘了买一件洗衣粉。我一定要从商店里买一瓶。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为干净和新鲜的衣物配备可靠的洗衣粉至关重要。绝对可以。我更喜欢对面料温和但仍能有效去除污渍和异味的产品。我同意。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适合您需求且不会引起任何皮肤刺激的洗涤剂。我会记住的。你对一个好的洗衣粉品牌有什么建议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一个名为 Fresh Clean 的品牌上有过很好的经验。它既环保又运行良好。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找 Fresh Clean 然后试一试。不客气。另一个提示是查看洗涤剂瓶上的说明，以确定使用是否正确。这是个好观点。不同的洗涤剂可能需要不同的测量值或水温。没错，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将确保最佳性能并保持衣服的质量。我一定会仔细阅读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谢谢你的建议。完全没问题。哦，别忘了也买织物柔软剂，它有助于保持衣服柔软无皱纹。啊，对，织物柔软剂经常被忽视，但它确实会改变衣服的手感和外观。绝对可以。它还有助于减少静电附着力，使熨烫更容易。我会将织物柔软剂添加到我的购物清单中。你推荐什么特定的品牌吗？ Soft Touch 是一个受欢迎的品牌，许多人认为它有效且气味宜人。太棒了，我还要找 Soft Touch 织物柔软剂。谢谢你的推荐。不客气。拥有储备充足的洗衣用品总是件好事，这样可以提高家务的效率。事实上，手头有合适的产品可以节省时间，并确保衣物干净清新。请记住，
根据颜色和面料类型将衣物分成不同的货物，以防止渗色或损坏。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会确保正确整理衣物以保持衣服的质量。这是一个简单的步骤，可以大大延长服装的使用寿命。我很感激所有的洗衣小贴士，安娜。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我很有帮助。我很乐意分享我所知道的。洗衣有时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如果采用正确的方法，洗衣会变得容易得多。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现在要去商店买洗衣粉和织物柔软剂。听起来像个计划。祝您购物之旅愉快，愿您的洗衣工作取得成功。谢谢你，安娜。我会尽力的。保重，我会尽快赶上你的。你也是，约翰。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会的。再次感谢，安娜。现在再见。第15课，整理和捐款。一团糟。让我们先开始整理。好主意，我们可以捐赠仍完好无损的旧物品。绝对可以。这是回馈社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好方法。此外，它为我们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和更整洁的生活环境。我将从壁橱开始。有些衣服我已经很久没穿了。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记得将可以捐赠的衣服与损坏的无法修复的衣服分开。会的。我会把可以捐赠的衣服放在一边，堆一堆需要丢弃的物品。当你在壁橱里工作时，我会处理橱柜，可能有一些未使用的餐具和盘子。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完成后，让我们在客厅见面，一起经历所有事情。同意。征求第二意见并确保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总是有帮助的。我找到了不少可以捐赠的衬衫和裤子，它们仍然完好无损，只是不再是我的风格了。太完美了，其他人一定会感激他们。我们稍后可以将他们送到当地的捐赠中心。听起来像个计划。橱柜怎么样？你找到什么可以捐赠或丢弃的东西了吗？是的，我找到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重复厨房小工具，我会把它们留出来捐款。干得好。清理杂物，为我们实际使用和享受的东西腾出空间，感觉很好。绝对可以。拥有一个更有条理和更实用的空间令人耳目一新。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客厅，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当然，我们走吧。我认为我们可以向当地图书馆捐赠一些书籍和杂志。这是个好主意。这是一种分享知识并让其他人有机会享受这些材料的方式。没错，而且它通过赋予物品第二次生命来帮助减少浪费。我找到了一堆我已经读过的书，不打算再读了。
他们已经准备好捐款了。太棒了，我会把它们加到捐款堆里。我们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上，放弃那些不再为我们服务的东西，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他人，是一种解放的感觉。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的家变得更有条理了，其他人也从捐款中受益。绝对可以。让我们把所有东西装进车里，一起把它们送到捐赠中心。听起来像个计划。我们会用我们的捐款让别人过得愉快。这是一种小小的善举，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我很高兴我们决定整理并捐款。我也是，这是一次有益的体验。让我们定期继续这种做法，以保持房屋整洁有序。我全力支持。现在，整理和捐赠将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感谢你加入我的行列。第16课，旅行计划。很快，是的，下个月我将去另一个国家旅行。太令人兴奋了！你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地吗？是的，我要去日本。我一直对它丰富的文化和美丽的风景着迷。日本太神奇了，一定要品尝他们的美味佳肴，探索传统的寺庙。绝对可以。我迫不及待地想品尝正宗的寿司，参观著名的京都寺庙等历史遗迹。你会度过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别忘了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中。我很期待体验日本的茶道并穿着和服。听起来很棒，旅行时拥抱当地文化总是很丰富的。我完全同意，它使我们能够学习和欣赏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已经安排好旅行了吗？航班和住宿？是的，我已经预订了航班，并在访问期间找到了一家舒适的传统旅馆。太棒了！提前计划并确保顺畅的旅行体验非常重要。绝对可以。我还列出了我想去的地方和在日本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可以帮助您充分利用时间并优先考虑必看的景点。没错，我不想错过任何标志性地标或独特的体验。你打算单独旅行还是团体旅行？我将独自旅行，它使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探索并追随自己的兴趣。单人旅行可能是一种有益的体验，您将有机会结识新朋友，开启自己的冒险之旅。这就是我所期待的。这是一个走出我的舒适区，留下难忘回忆的机会。别忘了带上必备物品，例如通用式配器、舒适的鞋子和用于交流的短语手册。好主意，我一定要在出发前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旅行必需品。不要犹豫，向当地人寻求建议。
他们经常知道自己城市中最好的隐藏宝石。我会记住的。与当地人互动是探索真实体验的好方法。绝对可以。抓住机会学习和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我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这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约翰。享受每一刻，充分利用您的旅行。谢谢你，安娜。我回来后一定会分享我的经历和照片。我等不及要听到所有这件事了。安全旅行，约翰，在日本度过美好的时光。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良好祝愿。我回来的时候见。小心。第17课，充满活力的早餐。听起来很好吃。早餐很重要，可以为我们的一天补充能量，对吧？绝对可以。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你想吃什么？我很想吃点炒鸡蛋配吐司和一道新鲜水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营养丰富且令人满意的选择。别忘了加一杯橙汁来补充一些维生素 C。好主意。早上喝一杯鲜榨的橙汁会给我提神醒脑。我想做一碗燕麦片，上面放上混合浆果和细雨蜂蜜。这听起来既健康又美味。燕麦是纤维的重要来源，浆果富含抗氧化剂。没错，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组合，可以让我保持饱腹感和活力直到午餐时间。说到能量，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早餐时做冰沙？是的，我喜欢做冰沙，它们快速、方便，你可以为它们补充各种营养。你最喜欢的冰沙食谱是什么？我最喜欢的之一是绿色冰沙，里面有菠菜、香蕉、杏仁奶和一勺花生酱。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绿色冰沙，味道怎么样？出奇的美味，香蕉的甜味和花生酱的奶油味平衡了菠菜的味道。我得试一试。这是在我的饮食中加入更多蔬菜的好方法。绝对可以。冰沙是一种多功能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对其进行自定义。我还要确保在早餐中加入一些蛋白质，可能是煮鸡蛋或一勺希腊酸奶。蛋白质对于保持能量和延长饱腹感非常重要，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让你在忙碌的早晨快速轻松的吃早餐吗？隔夜燕麦是救命稻草，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它们，早上吃一顿及时的早餐。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会试一试的。有最喜欢的浇头或口味组合吗？我喜欢在隔夜燕麦中加入切成薄片的杏仁、细雨蜂蜜和少许肉桂。听起来很好吃。为了让它变得有趣，我一定会尝试不同的浇头。
多样性是避免早餐无聊的关键。你可以在1周内切换选择。我会记住的。重要的是要以一顿营养丰富、愉快的膳食开始新的一天。绝对可以。营养均衡的早餐为未来富有成效和充满活力的一天定下了基调。感谢你分享这些早餐创意，安娜。我受到启发，想重塑早间的习惯。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享用早餐，度过美好的一天。谢谢，安娜。你也是。让我们把早餐作为优先事项，每天早上滋养自己。